今天我们来聊聊最近震撼中南海的张幼霞事件。为什么有人说抓捕张幼霞引发的风暴正在扩散，而且不可避免？更有人断言这可能是中共走向解体的开始。一位手握重兵、战功彪炳的上将，在一夜之间从权力巅峰直坠深渊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习近平与张幼霞这对昔日盟友如何反目？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地震背后隐藏哪些权力斗争的秘密？更重要的是，这场风暴会如何扩散？中共政权的稳定是否已经开始出现裂痕？我们将以浅显的方式深入梳理这段离奇的剧情，从幕后传闻到官方指控，从军队内部震荡到政权前景，我们一步步解开谜团，看看中共是否真的走上了解体的道路。2026年1月24日，中国国防部突然发布一条爆炸性新闻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与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一起被立案审查调查。消息一出，举国哗然，国际舆论也为之震惊。要知道，张幼霞是谁？他是中共最高军事机构中央军委的第一副主席，年近76岁的上将，在军中地位仅次于军委主席习近平，可谓位高权重。作为红二代，父亲是开国上将张宗逊，兼战功赫赫的老将。他在中越战争中曾浴血奋战，军旅生涯超过50年，是习近平非常倚重的军中老臣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位被认为绝对安全的自己人，如今竟然被当局公开拿下，这在中共建政以来极其罕见，现任军委副主席被查，在许多人印象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。官方的通报措辞虽然简短刻板，但分量极重。张幼霞、刘振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经党中央研究决定立案审查调查。注意，这不是一般的退休官员落马，而是现任军方第2号人物被立案调查，而且两人同时被查，形成一次双双斩首军中高层的局面。消息传出后，不少中国网民和外界观察家都惊呼活久见，因为这意味着自中共20大2022年组建的新一届中央军委班子，除了习近平本人之外，几乎全军覆没。回想2022年底，张幼霞刚在20大上连任军委副主席，2023年3月，刘振立获任联合参谋部参谋长，短短1年多后，两人就一同落马。许多人开始意识到，这不是普通的反腐行动，而更像一场高层权力大清洗。当天就有评论形容，中共建军以来从未见过如此规模的军中地震。其实，在官宣之前几天，就出现了一些异样迹象。比如1月20日，北京举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开班式，学习20届4中全会精神。按照惯例，军委高层应与政治局委员一同出席，但人们惊讶地发现，张幼霞和刘振立缺席了这次重要会议，反而是去年紧急递补为军委副主席的张生民，原军委纪委书记出现在会场，与其他政治局委员坐在第一排。当时外界就猜测张幼霞可能出事了。还有一个细节更耐人寻味，早在2025年12月22日，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仪式时，张幼霞还高调露面，代表习近平宣读晋升命令，风光一时。而1个月后人间蒸发，连1月中旬军队高层都应该参与的活动都没露面，显然不正常。现在看来，种种异常都指向一个时间点，1月19日，据传当天在北京西山的中央党校，张幼霞和刘振立被中央警卫局突然控制带走，随即中纪委由特派员坐镇监办，一夜之间完成对2大军头的抓捕行动。消息并没有立即公开，但在中共高层内部已迅速通报传说，当晚副国级以上高官都收到了张刘被抓的消息，次日也通知到了各省部级官员，可见此事的紧急和震撼程度。习近平当局生怕夜长梦多，必须第一时间让所有权力核心知晓张幼霞被拿下了，以免军中有人蠢蠢欲动。那么，作为军委一把手的习近平，为何要如此突然地对张幼霞、刘振立痛下杀手呢？是单纯的反腐，还是另有险情？毕竟张幼霞跟随习近平多年，在军中辅佐习，清洗了许多江派旧将，算是习派嫡系。他俩私交甚笃，张幼霞的父亲当年还救过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一命，
可谓有过命交情。在外界眼中，张幼霞一直是习家军的铁杆，地位类似毛泽东时代林彪元帅之于毛的关系。然而正是这样的自己人突然出事，许多人立刻联想到当年林彪事件，副统帅反目，军中生变，这对政权的冲击是毁灭性的。难道半个多世纪后，中共又上演了一场最高层的生死斗？整个1月下旬，中南海的气氛如临大敌，北京城风声鹤唳。我们接下来就走进传闻的内幕，看看张幼霞到底犯了什么死罪，以至于习近平不惜承受巨大风险也要将其拿下。当张幼霞被捕的消息传开后，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，其中最引人注目、戏剧性最强的版本是政变未遂的传闻。这类传闻指称，张幼霞之所以被抓，不仅仅是因为贪腐，而是他和刘振立预谋对习近平动手。简而言之，就是要搞掉习近平。有人甚至说，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世纪政变，虽然未遂，但惊险至极。这听上去像是电影剧情，但令人不寒而栗的是，多方消息竟然指向相似的剧本。一位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事发后爆料说，大约在1个多月前，约2025年12月下旬，北京高层内部的一个小范围场合，张幼霞和习近平发生了正面冲突。蔡慎坤透露，当时气氛剑拔弩张，张幼霞突然当着习近平的面怒斥道，我们现在搞不清楚你要把这个国家带到哪个方向，这些年你折腾的军队元气大伤，军心涣散，难道没有个休止吗？这一番质问令习近平难堪且震怒，双方发生激烈争吵。据说争吵的最后，张幼霞冷冷撂下一句话，我今天不让你从这里离开，算不算政变？这句话不可谓不惊人，如果情况属实，那等于张幼霞当面威胁要扣押习近平妥妥的兵变架势。想象一下中央警卫局保卫下的场合，一名掌兵的上将如此公然顶撞最高领导人，场面得多么火爆。很快，这段爆料在海内外广为流传，被称为习张大对决的戏码。然而，这么戏剧性的情节也难免让人怀疑真实性。蔡慎坤自己也坦言，由于消息无法得到官方证实，听起来就像小说桥段，但他强调，如果这幕对峙是真的，那意味着习近平和张幼霞之间已撕破脸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。这也能解释为何习近平会如此迫不及待地提前动手拿下张幼霞，以及他身边的人因为再拖下去，说不定张幼霞真的要先下手为强了。不仅蔡慎坤，还有其他来源也在描述着相似的政变惊魂。一些海外媒体称，张幼霞和刘振立其实在筹划一场兵变，可能联络了一批现役将领，只待时机成熟便对习近平发难。甚至有人猜测，最近中共军中频繁的人事异动和神秘失踪，正是习近平感受到威胁后采取的反制措施。在抓捕张幼霞之前，习已经处理了另一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和政工部部长苗华，还有火箭军、装备部等多个系统的大批高官，据传被调查。有说法称，中共当局在此前的几个月里秘密处置了数十名省部军职高官，宁可不公开也要迅速拔除隐患。这是否意味着以张幼霞为首的一个庞大军中势力正在被连根拔起？许多人联想到1971年林彪事件前的情景，林彪也是军中第2号人物，被指密谋政变未遂，最后驾机出逃坠亡。林彪一倒台，毛泽东后期的权威也受到巨大打击。如今张幼霞是否成了习近平的林彪，这一比喻在网络上热传，甚至有观点认为此次事件的震撼程度直逼林彪事件级别，象征着中共权力结构出现了深层断裂。当然，我们必须强调，这些政变传闻无法得到证实，毕竟中共官方不可能承认内部有政变企图。然而，从后续发展看，有些迹象恰恰印证了当局对政变的高度戒备。首先，抓捕行动极为突然，而且提前张幼霞原本预计在20大后继续任职至2027年，再体面退休，但习近平却在2026年年初就提前动手。有分析称，习是为了先发制人，抢在张幼霞可能采取行动之前将其控制，杜绝一切后患。其次，官方在1月24日发布通告的同时，隔天解放军报就火速刊发重磅社论，
坚决打赢军队反腐败斗争攻坚战、持久战、总体战，用词极其严厉，给张幼霞和刘振利定下了严重的政治罪名，这点我们稍后细讲。这种又快又狠的定调，正如蔡慎坤所说，是担心夜长梦多，军中生变，所以赶紧盖棺论定，让军中诸将不敢妄动。还有消息指出，事发后北京城戒备空前，天安门广场与中南海周边部署了异常密集的武警和装甲车，仿佛防范随时可能出事。一时间谣言四起，有人甚至怀疑北京出了大乱子，但最终并未出现军事异动，或许正是因为习近平抢先一步控制了潜在主角。纵观这些传闻和迹象，可以说即便没有真正的坦克上街，兵变之影也在中共高层盘旋不去。从习近平的反应来看，他显然相信或至少怀疑有这种威胁存在。那么如果撇开政变的可能性，张幼霞到底还犯了什么错，要遭此厄运？接下来另一个离奇的故事浮出水面，这一次矛头直指张幼霞通敌卖国。就在张幼霞被官宣调查的同一天，一则由西方媒体爆出的消息引发轩然大波。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独家报道称，张幼霞被抓不仅因为他滥用职权贪污受贿，还因为他向美国泄露了中共的核武器机密。简而言之，这篇报道指控张幼霞是美国的内线，把中国核武核心技术数据出卖给了美方。此外，文章还说张幼霞涉嫌收受巨额贿赂，利用权力安排心腹李尚福出任国防部长等等。这些罪名每一条都石破天惊，一个是叛国大罪，一个是卖官鬻爵。消息传出后，不但国际媒体大幅转载，中文互联网上也是议论纷纷。有支持习近平的人拍手称快，说原来张幼霞是美国间谍，难怪要抓他。也有人表示质疑，认为这情节过于夸张，不太可信。海外许多中国问题评论人士对此高度存疑。知名时政评论员邓玉文就发文嘲讽，这种说法当小说看看就好。他分析，如果张幼霞真把核武机密卖给美国，那性质比林彪出逃还恶劣，是典型的亡党亡国的大案，中共高层处理会完全不同。目前看，中共只是以违纪违法调查他，并没有公开定性为叛徒或搞公开审判之类。如果真涉及核机密外泄，估计中共会像对待林彪那样，连名字都不敢提，甚至可能已将张灭口或秘密关押，哪里还会几天后才官宣？更不要说张幼霞直到落马前都是军委副主席、政治局委员，习近平岂会用一个可能卖国的可疑人物当自己副手长达多年？难道习政权的情报和保卫工作如此不堪，美国间谍一直坐在军委2号位上？另一位知名评论员韩连朝也指出，这个指控和中国官方的动作不匹配。如果真是泄露核机密这等滔天罪，中共至少会大张旗鼓宣布抓捕或者特别处理，但现在的节奏更像按正常反腐流程办事，只是措辞严厉些，并没有宣称张幼霞是叛徒内奸。还有人提出现实层面的疑点，美国为何要透过张幼霞拿中国核武秘密？这种顶级机密，中共内部掌握的人极少，而且美国若有途径获取，多半也是透过技术或网络情报，收买一个高官的风险和代价都太大。蔡慎坤就质疑，美国能拿什么来换取张幼霞的重要情报？区区几千万、几亿美元买通他，张幼霞那种地位会稀罕这点钱吗？更何况美国情报部门根本不可能直接付他钱，拿不出这笔巨款。可见从动机和实操上，这个故事都漏洞百出。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如此惊人的指控传出呢？有一种解读是，这是中共内部放风的烟雾弹。邓玉文就指出，解放军报在1月25日的社论中已经给张幼霞扣了5个严重的大帽子，政治上的严重问题不差再多一条泄露国家军事机密的罪名。反正把张幼霞说的一无是处，罪大恶极，可以让他名正言顺地成为全民公敌，党内高层也无话可说，同时还能撇清外界质疑这是权力斗争的看法。因为现在可以宣称我们是在抓叛徒、卖国贼，不是内斗。换言之，泄露核机密这一条罪是政治工具，方便当局给张幼霞定性为死罪，以杀鸡儆猴。有趣的是，就在传出张幼霞卖密的说法之前2天，
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官方账号刚刚发布一段中文视频，呼吁中共官员向美方提供内幕情报，暗示可以保障他们安全并给予酬劳。这条消息被不少媒体关注，时间点就在张幼霞落马前夕。有人揣测 CIA 这步棋十分耐人寻味，难道美方事先掌握了中共高层将生变的蛛丝马迹，特意抛出诱饵，期待有人自投罗网？还是纯属巧合，恰好给中共一个抹黑张幼霞的靶子？不论如何，现在《华尔街日报》的报道把里通外国的帽子扣到了张头上，中共舆论场立即炸锅，甚至美国国防部前官员、亚太助理部长薛瑞福都出面表示质疑，认为张不太可能泄露核机密，似乎对张幼霞抱有同情。这种美方人员为张说话的场景，更让阴谋论者津津乐道，仿佛在印证张幼霞和美国有暗线。然而，目前没有公开证据支撑这个指控，很可能张幼霞真正惹怒习近平的主因还是在权力和军权方面，而非什么谍报戏码。所谓卖核武机密，更像是舆论战中的一张牌。至此，我们看到两种剧本，一种是张幼霞觊觎大权，密谋政变，另一种是张幼霞叛变投敌，泄露国机。不管哪个剧本，张幼霞都成了罪该万死的反派。或许对习近平来说，他乐于让外界相信张幼霞十恶不赦，以合理化自己的重拳出击。但真正重要的是，张幼霞倒台在军内外引发了什么连锁反应？这场风暴是如何蔓延开来的？我们接下来聚焦张幼霞被抓后短短几天内，军队和整个政局发生的震荡。张幼霞、刘振立被一锅端，等于中央军委一下空出了两个最关键的位置，军委副主席少了一个，另一位原副主席何卫东已在此前传出被查，实际上早已神隐不见，联合参谋长直接没了。这可是全军统筹作战指挥的总参谋长，加上2023年中被免职失踪的国防部长李尚福、火箭军司令李玉超、火箭军政委徐锡胜等等，可以说中共军队高层几乎被一网打尽。有人形容这是毛泽东以来前所未见的斩首行动，习近平把不放心的军头一个接一个拿下，最终只剩下他自己和刚提拔的张生民苦苦支撑。如果说过去还有所谓班子分担军权，现在习近平几乎成了孤家寡人，光杆司令。这种局面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军心大幅震荡。试想，全军将官们看到连军委副主席都朝不保夕，还有谁感觉安全？表面上，军队高层不敢公开表达异议，但一些蛛丝马迹泄露了不安和不满的情绪。按照常规，遇到重大政治事件，军队各大单位应该迅速表态，坚决拥护中央决定，与习主席保持一致。但这回官宣张幼霞被查后，军方却异常沉默。几大军种，陆军、海军、空军、火箭军、战略支援部队和5大战区没有第一时间发表声明或召开表态大会宣誓效忠，直到几天后才陆续有些单位开会学习反腐社论，但口号也多是照搬报纸用语，语焉不详，如此不积极，在以往实属罕见。有人解读为各军种战区拒绝表态拥护习近平，虽有点夸张，但确实反映出军中集体晋升的耐人寻味。毕竟张幼霞可是很多将领的老领导、老战友，他忽然被扣成大反派，许多人内心难免狐疑甚至惋惜。一时间，军队里流传各种版本，有的同情张幼霞，说老首长卫兵说话触怒了上面，有的则恐惧，担心清洗风暴还会继续，不知下一个倒霉的是谁。与此同时，北京城的戒严氛围也传导到全国。张幼霞落马被视为中共军队内部一次重大路线斗争的结果，难保不会引发支持者的不满行动。据说在北京、天安门广场、长安街一带，以及通往西山、中南海的道路都布满了武警和特警，武器上膛，如临大敌。有传闻称，就连中共总部中南海内部都加强了警戒巡逻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在网络世界出现了一封疑似军中人士撰写的告全国人民书，公开号召全军全民起义，推翻习近平这个暴君。这封煽动造反的檄文在微信等平台疯传，虽然很快被审查删除，
无法确知真伪来源，但从中可以窥见一部分人对西的不满情绪之强烈。许多人将这封匿名公开信与林彪事件联系起来，因为当年913事件后，民间也一度流传反对毛的传单。本世纪的中国再次出现呼吁军民起义的文字，让人不禁怀疑，中共政权内部已出现裂缝，反对派或许正伺机鼓动更大的动荡。官方当然不会允许这种舆论发酵。解放军报的社论立刻扮演了定海神针的角色，用极严厉的字眼警告全军不得对张幼侠案妄议。社论强调，党和人民赋予的身份没有豁免权，过去的功劳不是抵罪券。意思就是，哪怕你是军委副主席，战功卓著，只要违反习主席的命令和纪律，一样拿下，绝不留情。文章还列举了张幼侠、刘振立所犯的5个严重：严重违纪违法，严重腐败，严重背离党性原则，严重破坏军队政治生态等等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。这句话点出了关键，张幼侠们的罪在于挑战了习主席对军队的绝对掌控。所谓军委主席负责制，就是确保一切听从习一人号令。张幼侠被指破坏了这个原则，意味着他对习的不满和抗拒已经构成政治威胁。邓玉文就评论说，这5个严重与之前查处另一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时如出一辙，证明问题并不仅仅是贪腐，而是政治问题。换句话说，习近平认定张幼侠等高层将领在政治上不忠，所以要清洗出局。如果真如社论和评论所揭示的那样，那么我们面对的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对军队最大规模、最彻底的一次清洗。不只是张幼侠、刘振立，在此之前的何卫东、苗华、李尚福等军中要员接连被拔除。有人统计，20大产生的中央军委7名成员，如今除了习近平和张生民，其他5人全出事。如此高层团灭，前所未有。这带来一系列深远影响。一方面，习近平实现了对军权前所未有的集中，他清除了所有可能的异己，军队从此名副其实变成习家军。另一方面，这也极大打击了军队的整体士气和指挥能力，因为被拿下的那些将领多是身经百战或资历深厚者，他们的突然消失让整个指挥系统陷入真空和恐慌。正如外媒分析的，解放军高层持续震荡将导致指挥链不稳，误判风险上升。甚至有观点认为，习近平如果原本有对台动武的计划，经此一闹也不得不放缓，因为他如今群龙无首，找不到能替他统帅3军又100%可靠的人了。张幼侠事件的影响绝不止于军中，这场高层搏斗的余波正在扩散到中共政权的其他角落。首先，在政治圈内，人人自危的气氛更浓了。要知道，张幼侠还兼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，也就是说，他的落马不仅是一个军职的倒台，更打破了政治局层面的平衡。20大新一届政治局刚运行1年多，就有委员被查，开创了改革开放以来罕见的先例。此前政治局委员即便失势，通常也是退休后被清算，如陈良宇案，在任内被查非常罕见。张幼侠这一枪，无疑让政治局其他委员大为震动。军队的红人尚且如此，我们这些文臣百官岂有安全感？特别是很多人都知道张幼侠是习近平的亲信，连他都可以被记齐，那么习近平对他人还会有多少信任？中共官场中流传一句话，伴君如伴虎。如今高层官员们真切体会到，哪怕身居权力顶峰，一样随时可能遭遇政治清洗。据透露，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人都曾与张关系不错，他们近来行事更加战战兢兢，生怕牵连，甚至一度传出政治局常委蔡奇、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石泰峰等习的心腹神隐几日，引发猜测是否出事。虽然随后他们露面平息传言，但谣言为何会出现？无非因为整个体制内草木皆兵，风声鹤唳，连习近平亲信也难逃被猜忌的命运。其次，经济和社会稳定层面也开始感受到冲击。张幼侠事件使不少投资者和观察家意识到，中共内部的不稳定性大增。毕竟，军队政变传闻，将领卖国指控，
这些都属于一个政权发生高级危机的征兆。国际上，担心中国局势的人开始调整预期，国内权贵资本也许更趋于保守，甚至将资产转移，以防政局巨变带来损失。同时，社会舆论虽然被严控，但人们私下议论着高层厮杀，这对中共形象和统治信心其实是一种侵蚀。去年底以来，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极大，地方债务、失业、房地产等问题丛生，如今政治风暴又起，难免雪上加霜。有分析称，习近平为巩固权力不惜一切，可能导致决策错误增多，甚至为转移矛盾铤而走险。比如，有人担心习为挽回军队对他的效忠，可能采取更强硬的对外冒险举措，以凝聚军心。毕竟历史上独裁者面临内忧时，常用外战转移视线。然而，经过这轮清洗，习手里真正能打的牌其实更少，清起战端反而可能露出致命破绽。最耐人寻味的是，一些观察家把目光投向历史，寻找参照。他们发现，张幼霞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像极了苏联解体前的819事件。苏共高层的强硬派发动政变未遂，虽然政变失败，但也瓦解了苏联共产党的权威，最终导致苏联迅速解体。当然，眼下中共的故事和苏联并不完全一样，我们并没有看到坦克上街、领导人被软禁的戏码，习近平依然稳坐大位，先发制人，清除了疑似政变分子。但讽刺的是，政变虽未实现，却可能提前打响了中共解体的序曲，因为从此，习近平与相当一部分党政军高层已离心离德，内部信任彻底崩溃，只剩赤裸裸的权力恐惧维系。这样的政权，看似习拥有无上权威，实则基座开始松动瓦解。有军中人士私下感叹，现在大家都是迫于淫威，不是真心拥护他。习能做多久，谁也说不准。综合以上种种，我们不难理解为何许多人把张幼霞被抓形容为中共走向解体的开端。这句话或许现在听来惊世骇俗，但放在历史长河中审视，确实有迹可循。任何一个强权政权的瓦解，往往都始于高层的内斗失控和军队的离心。秦末赵高指鹿为马，朝臣人人自危，二世而亡。明朝末年，崇祯帝疑神疑鬼，杀害忠臣良将，导致关宁锦防线溃败，李自成攻入北京。苏联垮台前夕，克格勃和红军高层互不信任，最终连政变都演砸，联盟一夜崩盘。今日之中共，表面上习近平大权独揽，但张幼霞事件证明，最高层已出现无法调和的矛盾。习近平对自己提拔倚重多年的头号将领都痛下杀手，意味着他对整个权力集团再无基本信任，只能靠恐怖高压维系统治。而对官僚集团而言，跟随这样一位多疑刚愎的领袖，前途充满不可测的风险，这就为政权解体埋下了极危险的种子。张幼霞事件的后续走向值得密切关注。可以预料的是，习近平绝不允许任何不同声音，会加强对军队和全党的极端控制。大规模的政治学习运动、效忠表态、肃清流毒活动势必要展开，一次又一次的清洗，或许让习暂时清除了威胁，但也让体制更加失去活力与凝聚。人人自危的结果，要么是消极怠工、明哲保身，要么是密谋反抗、以命相搏。从张幼霞案看，中共高层已经逼近这两种状态的临界点。那些被打压的一方如果仍有势力，很可能暗中蓄积力量，伺机报复。而即便没有真正的反抗者存在，整个官僚系统的惶恐也会让决策、执行、变形、走样，甚至瘫痪。换言之，中共这部机器开始在内斗中自我耗损，长期看无异于自掘坟墓。再说军队，军队是中共政权的柱石，枪杆子里出政权。然而现在，这支枪杆子已经被习近平折腾得离心离德，老将不满，新人不安，整个军队充斥着疑惧。更糟糕的是，经过频繁的人事清洗，解放军指挥体系遭到严重削弱。短期内，习可能不敢再对外挑起大战事，因为胜算更低，风险更高。但从另一面说，如果外部发生冲突，无论台海还是中印边境，习现在手头能用的、有经验的将领寥寥无几。
万一战事不顺，兵败如山倒的风险大幅增加。历史往往充满讽刺。过去多年，习近平以反腐强军自诩，要打造听党指挥、能打胜仗的现代化军队，结果弄到现在，军队在他手里变成一只惊弓之鸟，内部团结和外战力都在下降，这对中共政权长期稳定是极大隐患。假如哪天军中再爆发类似兵变或大面积不服从命令的情况，习政权恐怕瞬间垮塌。毕竟人心这东西一旦散了，队伍就不好带了。当然，也许有人认为中共还有庞大的维稳机器和宣传洗脑可以续命，习近平近期可能会加强个人崇拜和恐怖统治，试图走回毛泽东的老路，用高压集权度过危机。但不要忘了，如今的环境和过去大不相同，信息时代再严密的封锁也难以完全掩盖高层巨变的真相。民众并非傻子，经济全球化下，统治合法性更多依赖民生繁荣，而非革命神话。习近平煽动民族主义固然一时奏效，但经济不振，内斗频仍最终会动摇国本。张幼霞事件在普通中国人心中播下了一个疑问：我们的领导人是不是出了问题？高层是不是乱了？虽然官方极力维稳，但这种信任的裂痕已经诞生，将来可能越播越大。长期被誉为钢铁长城的解放军，如今竟被自身最高统帅怀疑要谋反，这传递出的信号是统治集团本身已风声鹤唳。中共常把敌对势力挂在嘴边，殊不知此刻最大的敌人就在自己内部。最后，我们不妨回到张幼霞这个人物本身，做一点感慨。这位老将军从18岁参军，浴血中越前线，到一步步攀升至上将军衔，军委副主席，可谓身经百战，功勋卓著，也与习家两代交情甚笃。然而政治的残酷在于，荣光与信任可以一夜清零。或许张幼霞自己都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谢幕，被扣上严重破坏主席制、里通外国等罪名，家族财产被抄没，亲信部下受牵连，甚至生死未卜。有人把他比作习近平的坠机林彪，结局凄凉。然而林彪事件后，毛泽东的威信也一落千丈，随后文革结束，改革开启。那么张幼霞事件后，习近平的时代是不是也走到了拐点？目前看，他依然紧抓权柄不放，但局势的演变常常出人意料。张幼霞的倒台很可能只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章，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人事震荡，更多的权力较量，还会有下一章、下一章骨牌倒下去，最终会倒向何方？会不会真如一些人所判断的，中共这座大厦将因内部崩塌而解体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总之，抓捕张幼霞风暴正在以不可避免之势扩散开来，它撕开了中共集权体系一道口子，让世人窥见内里的脆弱与惶恐。这或许标志着中共政权从巅峰走向衰亡的起点。当前的中国政局就像一场未完待续的惊悚大片，每个高潮迭起的情节背后都蕴藏着历史转折的可能。对于关心中国命运的人来说，我们正身处见证历史的时刻。未来几年，中国是走向新生还是陷入更深的黑暗，也许就从这场风暴开始了新的篇章。我们将持续关注，为大家梳理这场大戏的后续发展。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中共的未来命运如何？答案也许正慢慢揭晓。